喜欢我吗？于公子，先把药喝了吧，不然你身上的热度又更难受了。如果没有誓言草，我可能这辈子就听不到你的真心话了吧？就算没有誓言草，我对公子说的也都句句真心。你别把我的盐钵给捣坏了。坏了赔你就是。岳长老，你的誓言草会出错吗？你希望听到什么答案？真话。你几次救他于水火，又亲身试药，后悔吗？我努力研制解药，不仅是为了他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为了通过试炼，成为执刃，保护族人。我虽然不喜欢宫尚权，但他说的话没错。如果我心里只有儿女私情，连家族血脉的性命都不顾的话，我根本配不上执刃二字。于公子年纪轻轻，心怀深厚，是宫门之福。但心大了，装的事情就多，心难免会沉。人的心就像一间很大很大的空房子，千金万银装不满，绫罗绸缎也填不够。但只要有一点光，就一点，就可以把整个心房填满。心敞亮了，暖了，就不沉了。你可知情字的写法？自然知道。情之起始，心上一点，
人的心上有一点光，总是好的。情至其时，心上一点。公子找我，去哪儿了？你身上的毒还没解，要是万一自身麻痹倒在外面，都没人知道。我看刚才公子自己走了，想是公子暂时不想看见我。我可没说。我找你过来，是想告诉你，我已经知道如何配出噬心之月的解药了。岳长老，请用茶。听说解药已经做出来了，正在煎煮，过一会儿就可以请岳长老查验了。好。岳长老，岳长老，岳长老，对不住了，请告诉我，噬心之月的解药配方。半夏一生，贝母半两，白鸡1两，连山子10颗，还有最重要的3味药：吴姜3两，芥茅3两。这2味药中间缺了最关键的一味。最关键的一味是须臾草。这须臾草怎么就1两？只够做1份解药的。库房中须臾草紧缺，
整个月宫只有这1两。这么巧，我不信。不会是岳长老因为我用誓言草骗他生气了吧？须臾草本就稀有，冬长夏短的年份，于雪峰绝岭之处方可采摘。去年雨水丰沛，夏日漫长，库存就紧缺了。那前山的药房有吗？宫门内所有的药材都会优先供给月宫。若是月宫库房没有，前山更不会有。把这些须臾草收好放回去。这么珍贵的药材，可别弄丢了。是。青丝合迹，探子无疑，不羡天地，为云之羽。就看这对小情人要如何选择了。怎么不过来？我怕打扰公子弹琴。不打扰，你来。我双腿已经麻痹，行动不便，不然我就到你身边去了。这碗是给雨公子的，缓解热度。这碗汤药是给袁姑娘的，缓解寒毒。没想到公子琴弹得这么好。子怡教的。山有木兮，木有枝。心悦君兮，君不知。高墙深院流浪客，居无定所。
心却安。只不过，子怡跟我说，我是男子，弹这种曲子，未免太过于矜持了。我妹妹曾经问过我，是想做小猫，还是小狗？怎么突然说起这个？闹市街边的小猫有自由，但它们流浪无定，没有归宿。高墙深渊的小狗有容身之处，但它们却一辈子要向别人低头。他问我，要怎么选？等等，解药我已经配好了，以后你不需要喝这个东西。我知道这药只够一人解毒，我是不会喝的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一定会救你，那我就绝对不会食言。而且你也跟我说过，你嫁入宫门，就是为了寻求保护，过个安稳日子。那我一定如你所愿，护你周全。你为何这么做？你自己不要活了吗？你是宫门之人，没有任何人的命比你重要。你死了，他们也不会让我活。我赢了。我和上天打了一个赌，我赌你喜欢我，我赌你愿意把生的机会让给我。刚才那碗药，才是真正的解药。你怎么这么傻？
阿云，袁长老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袁长老，阿云，阿云。元直少爷身上这么重的晨露，又去侍弄花草啦？早啊，哥。是什么奇花异草，值得少爷亲自去照看？说出来怕你也听不懂。出云重莲，听过吗？书上见过。这出云重莲乃世间奇花，更是神药。不是早已绝迹了吗？可惜啊，这世间奇花给他人做了嫁衣。啊？元直弟弟原本种出了出云重莲，但被当时还是少主的宫焕宇拿去用了。为何要给他？那宫焕宇当时在练什么玄石奇功，迟迟无法突破。老执刃便提出让我把出云重莲交给他服用。果不其然，其药之下内功极成。要不是老执刃的命令，我怎么可能把出云重莲给他？那可是帮我哥种的。这老医书上说，出云重莲极其珍贵，习武者可以武力大增，就连患病之人也可以起死回生。老执人也太偏心了。乌姬夫人听说上官姑娘缺了金龙胆草，特地让奴婢来告诉姑娘，夫人可以匀一些给姑娘用。夫人真是有心了，这本就是误会一场，我也该给夫人敬个茶，道个歉。奴婢这就去回复夫人。我想去吧。好。您很聪明，不仅有脱身之计，还有进退之术。
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为前辈吃点苦，背点锅，是应该的，好过两败俱伤。不过，你想说什么？无名成功潜伏这么多年，为何突然激进行动？你是问无名，还是问我？别演了。你不也一样吗？无风细作，理应接近直人才是，为何成天纠缠在宫上爵身边？难道公子羽身边另有其人？魑魅魍魉，暗夜独行，不问来去，不问姓名。前辈是离开无风太久，忘了规矩吧？我怎么可能知道别人的任务呢？那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接近宫上爵？如果说我和你任务一样呢？七月流火，无量功德。这些金龙胆草你先用着，如果日后有需要，随时来找我。分量不轻啊。誓言草。你怎么想？配药解毒，岳长老不在我之下。如果是他亲自配制，应该可信。但我不信云为山没问题。我也不信。但岳长老没有必要帮一个无风刺客隐瞒身份。那贾管事儿子的病，岳长老怎么说？岳长老答应去查。不过什么？哥，没什么。出云重帘，包治百病，起死回生。这几本书里还讲到了不少药材的药性，你都吃透了吗？例如吴姜3两，那解毛3两。缺了最关键的一位，是须臾草。
虚解。公子手脚的麻痹都好了。好了，你也不咳血了吧？恭喜云姑娘，恭喜知人大人。你刚才叫他执刃大人？是的，于公子成功通过试炼，在我心中，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知人了。所以，公子已经解了我们身上的实心之约。没有。你还记得岳长老跟我们提过3味最重要的药材吗？吴姜、须臾草、睫毛。这是岳长老在跟我们玩藏头诗呢。藏头诗，须解，无需解。没错，实心之月的毒根本不需要解。曾经执刃大人第1天就脱口而出，说实心之月是无解之毒。我当时还吓了一跳，想说，执刃大人未免也太过天资过人，能够解开无解之毒，才是挑战。现在才明白，当初岳长老说的无解，不是无法解，而是无需解。半月之影会让你们全身像被烈火灼烧，如果迟迟不解，烈毒就会攻心，就无药可救。所以我吃下的根本不是毒药。不但不是毒药，而是一剂非常珍贵的补药。这也是百草萃对于实心之月无效的原因。没错，实心之月在服下后虽会让身体感到痛苦，但只要能熬过去，所有中毒症状都可以自行消除。这是撕掉的那一页，其实知人大人猜得很对，里面确实有苦心草。实心之月其为烈性补药，
服用后可使内力大增，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。初服会有损益现象，根据服用者内功心法不同，而引起体感燥热或者酷寒，伴随为内力隐弱，手腕血管处出现淤血，心肺受灼，而立即现身痛，继而咳血。后为手足僵直，淤血向手臂呈黑线状蔓延，并伴随五脏六腑痉挛剧痛，进而四肢麻痹。真是杀敌1000，自损800的良药啊！虽说执刃大人算是通过了试炼，但我还是想考考你。七蛇花、尸虫脑和姜蚕都是有毒之物，为何成了补药呢？藏书阁里这么多书，过目不忘的执刃大人，能回答这个问题吗？七蛇花会导致心腹剧痛、经脉逆行，而姜蚕亦有剧毒，会导致运气阻滞、行动僵直。七蛇花和姜蚕如若同时服用，会导致手脚麻痹。以毒攻毒，反成奇效。正是因为封住了手脚经脉，所以内功运气只能存在于心肺之间，加快了循环，致使内功运气从大周天变成小周天，更加容易打通奇经八脉，内力得以快速增长。但尸虫脑则主经脉，有剧毒，手腕上出现的黑线，就说明毒性确实开始游走全身。这一点，执刃大人也想通了吗？尸虫脑通常都是生服，或直接捣碎做成剧毒药。难道是水煎法？不错。尸虫脑受温度的影响，水煎过后会大大降低毒性，反倒有了增长功力、突破极限的奇效。只是因为在世人的印象里，尸虫脑一直是一位医学封侯的剧毒，所以被人忽略了它的药效。只是，哪怕降低毒性，在服用的过程中，仍然会失去内力。至于最后一味苦心草，其实我早就闻出了苦心草的味道，只是当时我就否定了自己。这味道有点像苦心草，难道是苦心草？因为苦心草原本是解毒良药，我完全没有想到可以加入配毒。现在想来，从一开始就加入苦心草，是想让服用者慢慢排毒。只是与3味以上的剧毒混合在一起，会使苦心草需要一段时间，差不多半个月才能发挥作用，排尽毒素。所以17之月的周期是半个月。正是。等毒排尽了，你们的功力自然也就恢复了。所以你之前一直看我各种煎药、各种配药，都是在看我笑话？不敢，一切都是对执刃的考验罢了。而且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执刃阅读了大量的医书，对药理的知识也算是精进了许多。试炼者除了拥有精通药理的本事之外，还必须有以身试药的决心和坚毅。当执刃愿意吃下10月以身试药的那一刻，你其实就已经通过了考验。我知道。既然如此，我想告诉执刃，这一遇，岳长老，只是遇到了突发状况。是。刚巧绝公子来访，就耽搁了。不过岳长老，这复古之营的虫卵又是怎么回事？这可不是什么对人有益的药啊！执刃大人果然目光如炬。复古之营也是这款药最关键的地方。复古之营进入体内会附着在七经八脉之上，不断产生刺激，让人们不由自主地运行内力进行抵抗，
所以等于是让替身之者12时辰不间断地在运功、运气。再勤勉之人，也不可能做到这个程度。那意思是说，睡觉、吃饭都无时无刻不在练功？你硬要这么说的话，是这么个意思。那也太欺负人了吧！但食心之月也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。什么？其他的病状可以通过服药得到缓解，但唯独内功的丧失无法解决。也就是说，每半个月，只任你活有2个时辰，是处于完全没有内力的状态。这也就是你的至暗时刻，月食之时。那如果这个时间有人想行刺于我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所以你有2个办法：第一，在月食之时，尽量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独处，或者有绝对信任的高手陪伴左右。但这个办法也不是绝对安全，所以要加上第2个。这是食心之月的配方。你回到宫门前山之后，自己调配制作，然后重新选择一个日子服用，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你的月食之时了。所以岳长老，半月之夜，不，食心之月，确定无需解，只要熬过最痛苦的时刻就行了吗？是的。我还有一事想问岳长老。你问。那誓言草可是当真？对啊，这誓言草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明明吃了誓言草，为何还耍我？还跟我说什么须臾草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须臾草。誓言草既然是我研发的，自然知道破解之法。那你还把须臾草藏起来？我这么用心良苦，你还抱怨？在解药只有1份的情况下，你才看到了云姑娘的真心，不是吗？人说的话有假，但做的决定却不会骗人。你为云姑娘做了这么多，连唯一的解药也愿意给她。云姑娘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，也应该开出花了吧？就像险峰峻岭的冰山悬崖之上，也会长出须臾草一样。生死面前，她愿意把解药让给你，把生的机会留给你，这才最珍贵，不是吗？那岳长老，你为什么帮我们？我只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看来不能叫你岳长老，该叫你月老。我确实也像月老，牵起世间无数姻缘，唯独自己始终孤影行之。我一身精通医术，却解不了情字之苦。医者不自医，渡人不渡己。情字之苦，哪里苦了？我觉得挺甜的。
的身法、内功都精进了。过奖了。多谢云姑娘。噬心之月已解，我们俩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回前山了。执刃大人还不能走，为何？执刃大人闯过第1关的时候，是不是学了一套覆雪三式的刀法？是啊，当时还骗我，说刀法秘籍在寒冰池底，要我去捞呢。第1关虽说考验内力，但传授覆雪三式才是目的。只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力作为支撑，是无法学会覆雪三式的。同样，噬心之月看似考验的是制毒解毒的本领，但关键目的还是为了让闯关者的内功突飞猛进，以便掌握更高深的宫门刀法。你也有刀法要传授给我？朔月起手，望月缠斗，残月收割，听起来还蛮厉害的。所以，云姑娘就先回前山，带回执刃已经通关的好消息吧。阿云，你怎么哭了？云姑娘应该是舍不得跟你分开吧？你先回去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万千相思万千绪，不出西阁平言说。那我在雨宫等你。等我回来。公子，云为山已经返回雨宫，看来公子羽已经通过第2域了。他还真的让我有点刮目相看。乌姬夫人那边有消息吗？他每天都待在雨宫，初1、15会去后山祠堂为老执刃念经，其他的没有别的。哥，还是怀疑乌姬吗？放不下。你刚回雨宫就急着把你叫过来，真是有些过意不去。哪里，夫人也是对执刃挂念心切。那子羽，我也急呀。公子羽不在的这几天，金帆每天都是一张死鱼脸，我也很压抑。大家不要担心，公子很好，而且已经闯关成功了。现在还没回来，是因为还要跟着岳长老学习刀法。那就好。看来还是我的左眼皮战胜了我的右眼皮。左眼跳财那是喜兆，那下一回再跳，就是喜上加喜，喜双喜临门。夫人，你看金帆都害羞了。你明明一直说右眼跳得厉害。那还有什么呀？说来听听。中途，宫上卷来了一次。没事没事。岳长老，有件事我很好奇。何事？当初绝公子失恋之时，是谁治的誓愿？他的手下。金父吗？不是金父，另有其人。哦，
觉公子几乎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，就也把食月吃了下去。为了一个侍卫，尚且能够以身试药，足以说明觉公子虽然有固执的坚守和无情的严苛，但他其实是个重情重义的温柔之人。他对我这个职任可不太温柔，三番几次为难我，对云姑娘都不放过。我虽然不太赞同他的一些做法，但我能理解他。你对他都能共情。其实，在他的立场来说，只是希望执刃之位能者居之。也正因如此，执刃大人更应该好好闯过3月试炼，做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执刃。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啊？不如你把试验草也给我试试，好让我知道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。执刃是整个宫门权力的中心，将来要面对无数形形色色、中间难辨之人。辨识人心，靠的是敏锐的洞察力，怎么可以依赖他物？而且，就算有了试验草又如何？云姑娘说的话，执刃不也是拒绝相信吗？你看的可真准呐，什么都逃不过你这双……我知道你想说狗眼。但话说回来，即使没有试验草，但我也愿意相信他的话。愿意相信和相信是2回事。这个宫上诀真是绝呀，找茬都找到后山去了。我就说吧，我这不祥的预感是对的。还好这次有子羽和岳长老在，否则你已经打消了宫上诀对我的疑虑，想必他之后不会再为难我了。他觊觎执刃之位已久，为难你，不过是想找出子羽的把柄，取而代之。此恩臣服其身，你和子羽都要时刻提防才是。明白了，派人继续监视无极夫人，真有问题，她早晚会露出马脚。是。觉公子，借。公子，这是你吩咐为上官姑娘准备的新装，请觉公子过目。不用看了，送过去吧。是。有话就说，不用说了，都写在脸上了。无极夫人，放这儿吧。是。哇，云姑娘，执刃对你真好，这么好看的衣服，羡慕死我了。堂堂大小姐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的已经送到商宫了。真的？告辞。金凡，口水擦一下，无极夫人还在这儿呢，你收着点。等我换好衣服了，我就来找你别亲。
伤绝止语，救我是美女。这把刀真好看。我这把刀名唤月照。月照？怎么样？没事，就割了一下。我是问我的刀怎么样？觉得如何？岳长老这把月照，刀身流畅，锋如盐霜，削铁如泥，的确是一把好刀。知人真是好眼光，只是太容易误伤了。我得弄点金疮药，你先过去等我一下。这么小的伤口也要金疮药？你怕不是信公明子羽，别好娇气。哎呦，我不听，不听。我在月宫后门外的竹林等你，你快些。金疮药，金疮药，金。石野草。食盐草。五百子、玄参、落葵，奇怪，怎么都是些寻常草药的味道？镜子、发簪，曾有女子住过这里。多谢云姑娘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遇到了歹徒，要绑架我这个可怜的无辜美艳少女。可怜无辜美艳，起码去掉4个字。那就只剩下美女了。美女，给我拿点铅粉。快点儿！人家这穿的是新衣服呀。其实你没必要见我穿这么好看，我还没准备好啊。皮比砖厚，脸比盆大，谁来见你呀？我是要去见金凡的，只不过刚换好衣服，就被你强撸而来。是强撸。啊？算了算了，给我拿点铅粉，谢谢了。
岳长老，这斩月三式看起来比浮雪三式厉害多了。你看你真是，你下次要是见到雪公子，你可不能忘记你说了这番话。你要当着他的面大声的再说一次。这是刀法新诀，但不可以带出月宫，所以执刃一旦被熟于心，就可以离开了。我明白了。回去勤加练习，以执刃的悟性，必定进步神速。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金帆哥，你回来了，你快来快来，来一起喝点。这么晚了还在喝酒？这不是听说执刃闯关成功了，大家伙一起庆祝一下！来来来啊，一起来啊！哎，你少喝点，你当心你喝醉了，白天交办的时候漏了错处啊！我可是千杯不醉。这胡说！你上次喝醉的时候胡言乱语。哎，他说在地牢里边看见了一个翩翩公子。什么地牢？上次他喝醉了，迷迷糊糊的，说什么老执刃和前少主遇害那天晚上呀，他在地牢里看见了一个仿佛神仙一般出神入化的美男子，从那个关押着无风女刺客的牢里经过。你说的年轻公子有什么特征？哎，你看，还是金帆哥相信我。哎，金帆哥，他就是穿着一身素衣，衣摆好像有什么云纹。对了，新上任的岳长老来了，我就瞧着跟他体型一样。这越说越离谱了，那小心别被岳长老听了。来，喝酒喝酒，来。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，闪着光，淋着雨。我把岁月布置成棋局，等着你。每次相逢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。缘分在等刀锋落笔。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谜语没谜底。我用回忆缝过了冬衣，每一针都是你。一眼瞬间忘却天地，执子之手，弹字无意。落字无悔，红尘不弃。我跨越山水奔向你，找到你，抱紧你的心，不在乎他们的提醒，我抱紧了风里。这不管输赢的赌局，黑白棋落下的痕迹，圈出一片小天地。用尽全力奔向你，拥抱你，呼喊
撕开天地所有风雨，斩断了